坦桑尼亚举办阅兵式，为何清一色的中国装备？东非解放军这个外号怎么来的？阅兵式中首次出现的 VT2 主战坦克又说明了什么？12月9号，非洲东大陆坦桑尼亚国为纪念摆脱英国殖民统治独立60周年，举办了一场盛大的阅兵式。坦桑尼亚总统哈桑检阅了由军队和警察等组成的仪仗队，观看了空军、陆军、海军和海军陆战队的表演。而在阅兵中，坦桑尼亚陆军第一次向外界展示了外贸版 VT2 主战坦克，这也是该型坦克的第一次出口，已经涂上了坦桑尼亚特有的迷彩，使用伊维科拖车承载。说起坦桑尼亚这个国家的军队，一直有个外号叫做东非解放军，因为无论是从战略战术到武器装备，从训练演习到条令内务，都跟中国解放军非常相似。那坦桑尼亚又是如何得到这个外号的呢？上世纪60年代，正是苏美争锋进行得如火如荼的时候，就是在这一时间段，一方面由于意识形态的激烈冲突，中国与美国一直保持着互相敌对态势；另一方面，中国与当时的苏联在道路的选择上也陷入严重的分歧，苏联也从中国的好大哥到双方关系逐渐僵化。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中国为了应对苏联、美国两国的外交封锁，制定了将视线转向第三世界的亚非拉国家的外交政策，与坦桑尼亚建交。但当时的坦桑尼亚刚刚独立，国内可谓是一穷二白，国家基础设施建设十分落后，中国便开始了对坦桑尼亚的各种援助计划。通过中国的援助，坦桑尼亚军队配备了全套的中国武器。同时，不少坦桑尼亚军官都前往中国进行军事知识的学习，中国也派出了各级指挥员在坦桑尼亚建成军校，这给坦桑尼亚军队的军事能力带来了极大的提升。在此次的阅兵式上，坦桑尼亚队列方阵都是正步披枪出场，简直跟解放军一模一样。但真正让东非解放军这一称号传开来，还要从一场军事政变引发的战争说起。这场战争也奠定坦桑尼亚在非洲东部数一数二的军事能力。1971年，时任乌干达陆军司令的伊迪阿明发动了军事政变，成为了乌干达的总统。政变过程中，阿明行刺了当时的乌干达参谋总长，但并没有成功。参谋总长侥幸地潜逃到坦桑尼亚，终于这位参谋总长的一个装甲团也叛逃到坦桑尼亚。这一装甲团被驻坦桑尼亚中国军事顾问进行了整编和训练，并配备了当时中国新款的590坦克。这支被整编后的部队叫乌干达民族解放联合阵线。这一部队在坦桑尼亚与乌干达的战争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当然了，这是后话了。参谋总长带着一整个装甲团叛逃到坦桑尼亚，这阿明可接受不了，每日寝食难安，越想越气。再加上乌干达内乱严重，经济毫无起色，阿明脑门一拍，决定对坦桑尼亚发起侵略战争。乌坦战争爆发，但这绝不是之前非洲地区小国家之间的小打小闹，两国出动兵力加起来高达20万人，战争持续了162天，在今天也算是一场大规模战争了。战争一开始，由于坦桑尼亚没有做好充分的迎战准备，不到几天的功夫，整个卡盖伦区就沦陷了。阿明看局势一片大好，心里高兴啊，立即宣布已取得伟大的历史性胜利。说完还觉得不过瘾，又言语讽刺和挑衅时任坦桑尼亚总统的朱利叶斯·尼雷尔，发表声明，邀请尼雷尔进行一场拳击比赛。要是尼雷尔赢了，他愿意将占领的土地全部归还，还念在尼雷尔年老体弱，愿意让尼雷尔一只手，并在脚上绑上铅块。尼雷尔大受侮辱，但此刻也顾不上如何回应，眼下这场战该怎么打是他最关心的。乌干达军队占领卡盖拉区后，杀害了8000多名平民。当时卡盖拉区总人口才5万人，手段极其残忍，并且大肆破坏基础设施和工业设备，4万卡盖拉平民成为难民。尼雷尔总统痛心疾首，声明势必会采取报复，不会让阿明逃之夭夭。随后，尼雷尔迅速动员了坦桑尼亚国防军的全部力量，包括警察、狱警、后备役和民兵在内的10万余人。这10万余人在59式坦克和歼6战斗机、歼7B 战斗机的支援下，攻击了乌干达多处军事目标。乌干达军队面对通过中国解放军指挥官训练的坦桑尼亚军队和中国支援的先进武器，军心涣散，毫无斗志，一击即败。
这场战争以坦桑尼亚的胜利宣告结束，同时也是非洲大陆上第一次由一国武力推翻另一国政权。中国解放军的援助对战争起到了极大的帮助，也通过这场战争，坦桑尼亚国防军深深地打上了中国解放军的烙印。在此次阅兵式中，坦桑尼亚的大部门现役装备都公开亮相了。但最让人值得注意的是，就是进口自中国的 VT2 主战坦克。这款坦克是由中国北方工业开发的一款基于 96A 坦克的专供军贸出口的坦克型号。相对于专供出口造价昂贵的 VT4 主战坦克， VT2 坦克的成本较低，所以也一度是一些经济条件不足国家的第一选择。虽然 VT2 主战坦克相比较来说成本较低，但也是物美价廉的选择了。VT2 坦克全重42.8吨，最大公路速度达到57千米每小时，能行驶500公里，爬坡度60%，并且安装有一门48倍径125毫米主炮，一挺12.7毫米高射机枪，一挺7.62毫米同轴机枪，2×6烟雾弹发射器，125毫米炮，采用22发装弹量的2代自动装弹机和双向稳定系统，射速8发每分钟。备弹40发，换用了穿身600毫米的 BAT4 外贸弹与炮射导弹。此外 ，VT2 还采用了反稳向式火控系统和热像仪，上反射镜陀螺稳定，目镜端固定，无论坦克如何颠簸，炮长都可以获得稳定的图像，舒适地进行瞄准操作。防护方面，采用 VT2 的炮塔前部和车体前部均安装有复合装甲，又挂装了 FY4 反应装甲构成的楔形装甲防御组件，车内还安装有灭火易爆系统、参防系统。可以说 VT2 坦克的名气虽然不比 VT4， 但能扛能打能跑，现代化坦克该有的能力一样不少，并且十分适用于坦桑尼亚这样的东非高原地形。值得一提的是，在此之前，坦桑尼亚军队装备了大量在中国已经退役的59坦克的各种改装型号。此外，其他非洲国家同样有很多中国的59坦克的各种版本，以至于非洲一度被称为59坦克大本营。而此次 VT2 坦克首次亮相坦桑尼亚军队的阅兵式，也是让59坦克在东非解放军中已成历史。可以说，通过中国解放军的援助，坦桑尼亚国防军已然成为非洲数一数二的军队。中国多年以来一直在对非洲国家进行援助，为了支持非洲兄弟发展经济、改善民生，中国从经济上对撒哈拉以南多个非洲国家进行援助，并承建了一系列建筑工程，其中最著名的就是坦赞铁路。这条铁路东起坦桑尼亚的达雷斯萨拉姆，西起赞比亚中部的卡利卡皮里姆波西，全长1860.5公里。40多年来，坦赞铁路促进了两国的经济发展和城乡物资交流。目前，中国承包了非洲的一个水电站工程，预计建成后会成为撒哈拉以南的非洲最大的水电站。为了建设这座水电站，坦桑尼亚政府倾尽全力，让坦桑尼亚的工业迈出从0到1的最艰难一步。